筑城要活埋人柱，婚礼的白无垢其实是三伏，回答梦话会死，晚上吹口哨会招来鬼魂。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些光是听着就觉得恐怖的习俗？其实很多背后都有悲伤的起源故事，是一种在物资匮乏的时代的生存技能。今天让我来介绍其中10个比较让人细思极恐的日本习俗起源，给大家消消暑。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订阅哦。人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是将活着的人埋进海里或者土里作为祭祀，以祈求工程期间的安全和建筑的完工。这一风俗在古代的城堡等大型工程中很常见，比如我以前用过 vlog 做素材的王冈城，就有一位名为阿静的女人做人柱，城内有记载她的故事。因为柴田家修王冈城一直工程不顺，工程队建议献祭人柱，阿静于是找上城主，说他愿意做人柱，条件是要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跟随柴田胜丰做武士，胜丰就答应了。然后献祭了阿静之后，工程果然顺利完成。但是因为本能寺之变和清虚会议重新分配了领地，柴田胜丰移封长滨城，他离开时完全忘了这件事，所以阿静就这样白白成了人柱。更可怕的是，这一习俗在日本据说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在明治维新中，随着隧道和大坝等建设的需求迅速增加，近代日本的人柱牺牲似乎不少。不过现在能考据到的近代人柱，其实有很多实际情况都是由于恶劣的劳动环境而引发了劳动者的反抗，杀了工头或者是工程负责人，然后地方组织以献祭人柱为借口息事宁人。也许这才是人柱起源的真相吧。也有些工程的考据发现，近代认为工程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比平民要重要得多，工程前确实进行了人柱活埋。无论如何，日本全国各地的考古中都有发现埋在地下的人骨，一般认为这就是附近大型建筑的人柱献祭点。各位应该在很多动画中都看过，期待远足或者运动会的日本少年，为了祈祷当天不要下雨，会在前一天制作晴天娃娃挂在阳台上。这个风俗的根源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传说。据说是曾经有一年大雨连绵不断，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了。然后一位和尚声称他可以让这场雨停下来，但是后来无论他怎么祈祷，雨都没有停。失去了耐心的领主一怒之下便下令杀死了他，砍下他的首级，用布裹起来晾晒，结果雨竟然就这么停了。于是后来人们为了祈祷放晴，就会做一个和尚头颅的仿制品，也就是晴天娃娃。也有说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舶来品，是化用了中国的古代传说，但是作为中国人，我是不太知道有这种传说的。当然我不知道起源的中国生活习俗还真的是挺多的。此外也有另一个起源的说法，是说有一次大雨导致京都洪水，人们打算向河神献祭人参，祈求平息洪水。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子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用她祭祀河神的仪式结束之后，雨立刻停了下来，天空放晴。后来人们怀念这个女孩，就做了与她相似的人偶，她含笑死去，所以晴天娃娃上面画了微笑的表情。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神话牺牲者或者个人英雄故事的，在我眼里看到的还是残酷的人生献祭迷信。在 JoJo 的奇妙冒险中出现过情节，在和室房间中移动要不踩到榻榻米的边缘才符合礼仪。动画中说是礼仪就是礼仪，没有对错，没有道理。不过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权贵人家的榻榻米边缘上往往会装饰家族的家徽，你踩上去当然会被认为是失礼。但是继续溯源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自保行为。据说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敌对势力的忍者很可能会潜入房屋下方，他们会通过榻榻米边缘露出的光线来判断室内人员的位置，然后寻找时机发动袭击。因此为了不让人察觉到自己的位置，不踏在边缘渐渐成了武家的一项铁则。此外也有说榻榻米的边缘也起到了类似隔绝周围的边界作用。许多大河剧中你们都能明显看到，只有大名会坐在榻榻米的高位置，而下人们则是要坐在他面前的板铺地板上。据说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榻榻米的边界也是不同地位的人所能踏足的边界，因此在公家和武家中产生了不可踏在榻榻米边缘的教育。这种说法就有点像不要踏在门槛上呀，或者不要踏在推拉门的边界上这种东亚的普遍习俗了，是一种尊重边界对面的那个人的领地权利和表达尊敬的行为。日本人供奉先祖牌位的佛龛时，会用蜡烛点燃香，然后用香来供奉。那么点燃了所有的香之后，蜡烛要怎么办呢？答案是用手扇灭烛火或者剪断蜡烛线。因为人的气息被认为是不洁之物，所以不能吹灭这种祭祀用的蜡烛。火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在佛龛上点火并不仅仅是为了点香，也有净化这一区域或者净化死者的意义。
所以不能让这些物品和这一区域沾上不洁的唾液。但是呼吸又怎么办呢？现在日本的婚礼上，虽然西式婚纱也很受欢迎，但是仍有很多女性会选择穿传统的白无垢。尤其是我住在明治神宫旁边，每次去逛公园时，都会看到穿着白无垢的新娘穿过射电庭园。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新娘的传统服装是白无垢吗？实际上这是因为丧服也是白色。新娘穿着白无垢，意味着她作为出生家庭女儿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即将作为新婚家庭的女儿重生，开始新的人生。因此以前穿着白无垢的新娘离家前往丈夫家时，娘家会举办与葬礼相同的仪式。现在的日本传统婚礼也保留了一些这种习俗的痕迹。在物质不发达的古代，一个人是很难兼顾两个家庭的。白无垢就是出嫁女性表达自己与原生家庭切割的决心。避开不吉利的谐音这个习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太熟悉了吧？和我们宾馆里基本没有4号房一样，日本的4和死也是同音，所以他们的宾馆也没有4号房。日常说话中提到4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发音来取代和死一样的西。如果不是本人特别要求的话，日本的车管所是不会给你包含42或者49这些不吉利数字的车牌号的。也是和中国一样，现代这些避讳已经不多了，古人对这些不好听的谐音的厌恶就要强烈得多。比如鱿鱼 Surume， 因为和磨损 Suriheru 发音相近，渐渐就发展出了 Atarime 的别称。鱿鱼 Fugu 也因为发音和生病 Fuguai 的前半一样，渐渐被 Fuku 的发音代替，然后被用来和幸福的福联系，变成了有美好寓意的食物。想一想，如果你的舍友突然说起了梦话，你会不会想要逗一下睡梦中的他？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会干扰对方的睡眠节律，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做。但是日本人对此的态度就极端多了。日本习俗中会认为，如果你回答一个人的梦话，他会因此死去。这是因为古代日本人相信，在睡眠期间，灵魂会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之间徘徊。如果身体在灵魂离体的时候做梦，并且说了梦话，回应它就会让身体误以为梦境就是现实，进而将回来的灵魂拒之门外，然后这个人的灵魂就会被困在死后的世界，肉体也会随之死去。无论身在哪个国家，我想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从小就被告知要礼貌地打招呼，然后在成为社会人进入公司之后也保持习惯。这当然是一种基本的礼仪，但是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这种习惯的根源是一种自保行为，说是在日本人的游猎时代，社群之外的人都会被默认为是敌人，但是如果一直与周围的社群战争，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于是打招呼的习惯就应运而生。相隔不远的社群慢慢决定出一个表示无害通过的手势，从而避免无意义的战斗。这也渐渐促进了相互交流，打招呼要鞠躬也是同样的意义，通过无防备的伸出脖子，以示自己没有战斗的意愿。这一点倒是跟常见的握手异曲同工之妙呢。现代的一些不发达的地区，打招呼也被认为是为了防止犯罪，可能这也是一种人类的本能。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我的老家小孩之间确实会拉钩约定，也就是通过缠绕双方的小拇指来做出承诺。在我们那里，拉钩就是拉钩，没有什么特别的固定台词。以前的台剧中则是听到过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的台词，而在日本，拉钩约定的固定台词是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看起来是相当的残酷。而且你们知道拉钩约定的日语是什么吗？是 Yubigiri Game 吗？ Yubigiri 直译应该是断指的意思，这背后的故事也是相当残酷。据说这一风俗起源于古代的油锅，也就是红灯区的游女们，为了向男性证明自己的真挚感情，会切断小指寄给他们。最初还是寄送头发呀、指甲呀，或者在自己身上纹身这样，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想要依靠这种方式被看中的男性赎身也变得越来越内卷。游女们寄出去表达心意的部分也越来越夸张，最后竟变成了割断手指寄过去。因为他们都做到了这一步，所以如果男性方面违背了约定，就会受到 Game 的威胁，也就是挨上1万拳的意思，也有吞1000根针的威胁。这种风俗业界的习俗传到了民间之后，就成了现在的拉钩约定，是不是意外的还挺残酷的？即使到了现在，日本的家长们也会告诉年幼的子女这种说法，一个人走夜路时吹口哨的话会招来鬼魂。这个习俗背后也隐藏着悲伤的故事，据说是因为古代日本农家一直都很贫困，所以很多农家就不得不卖掉自家小孩，但是买卖小孩在任何时代都会被官府所禁止，于是有需求的人就会在晚上在有小孩的农家附近吹口哨表明来意。后来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即使是农家也基本能负担基本生活了，
也就不会再出卖小孩。这些人贩子有时就会强抢，于是父母们就只能告诉小孩，晚上听到吹口哨就是有鬼怪要来抓你，听到就赶紧跑。这种说法后来就发展成为了晚上走夜路吹口哨会招来鬼怪或者大蛇。而另一种这个习俗起源的说法，则是和煤矿工有关，是说以前社会对煤的需求量很大，有些煤矿城市便辉煌起来，但是当时的矿业工作环境和技术却是很糟糕，煤矿事故频发，造成了许多死伤。当时的操作流程中，当事故发生时，矿工就要拉响警笛，哨声和警报声响彻整个等待区，人们便知道下面出事了。在这些煤矿城市中，口哨会让人想起各种痛苦的回忆，于是就互相告诫不要吹口哨，演变成了今天的习俗。怎么样呢？这些日本普通的日常行为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让人有点意难平的起源故事。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地方的类似民俗，欢迎评论区补充，让大家一起凉快一下。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